Hello，大家好，今天这期 PPT 呢要在上海去拍，那么我现在在机场，所以咱们一会儿见吧，我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好，我现在就在上海了。然后今天参与这期 PPT 的录制的嘉宾，我先来介绍一下吧。首先是上一次我们的耳机豪哥嘉诚哥，你好。好，这位是胡子盖叔叔，旁边是他的频道，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关注他。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粽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粽子。现在呢，我们在一个耳机试听店里面，然后一会儿呢，粽子会听一下耳机和耳机哥一起。但是在此之前，今天早上还发生了一些小插曲，所以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吧。粽子是我们的一位铁丝，也是一位科技发烧友。你们一定和我一样好奇，一个盲人是怎么使用这些产品的。接下来的内容，请你耐心观看。这能让你认识一个无障碍的世界。如果 APP 能做得好的话，世界上就不存在残障者了，真的是不存在。而我指的不是物理上的不存在，而是通过这一些辅助技术，我们完全能做到跟健全人一样多。简单讲一下那个平时怎么用手机。我们还是会用一个会说话的功能去听它。那有了它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同一个界面上去使用手机，也就是我们用的 UI， 这都是同一套。那我可以先去摸它，然后它就会读屏幕上的各种东西。然后当我摸到，比如说我想去 Safari 的时候呢，先定位，然后再点。即使我在这儿点，也都可以，防止你去点不到这样子的。打字其实跟大家一样，就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种渐入模式的话，我想搜电话，那我就对吧？点，然后画。当然我们如果摸错没关系，我就手不要抬就好了。我摸到我要的东西，手抬起来，然后再摸，比如 U， 但我现在摸错了，我摸到这儿，对不对？那我要往上摸 U， 好。那这个时候呢，会有候选字，对不对？我并不需要摸到候选字去找，我只要通过下滑的手势，电话，好，手机，好，这个时候呢，我就输入完了，对不对？点个外卖就比较费劲了。那比如说，我先打开饿了么，然后点击美食，非常难摸，因为饿了么的优化做的其实非常差。那比如说，我想吃一个永和大王吧，但现在有早饭。饿了么在这个页面上支持的极差，你是没有办法滚动这个页面的。我如果说往右再往右的话，如果不小心当中一摸又回去了。但其实我已经听到了后面的东西，然后这页面并没有动，虽然能点到，但是我如果不小心一摸又回到上面了，它是没有办法滚动下去的。它可能用了大量的自定义的或者自绘的控件，那这个的话导致的结果就是它并没有按照苹果官方的这样一个辅助功能的开发文档去做开发。不介意喝个粥吧？可以啊，加2个粥啊。哎，这个居然有哎，来 ，OK， 我点击这个去结算，但我也不看了。好，然后我们点免密支付。OK， 搞定。我们来看一下米家吧。OK， 这个软件就已经被打开了。我们在首页上能发现这些按钮，你们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吗？我并不知道，因为这2个按钮它没有加任何的标签，它就读是按钮。那我并不知道这个按钮按下去会是什么情况。那时候我用的很崩溃的，就像空调吧，我们看一下。最早的时候连这边都不能选的，好像后来好了，还是我手动加了个标签。然后的话，我们找这个。然后现在是没有任何提示的，我就感觉对我来说就感觉是点不进去，但可能底下会有个什么初始化设备啊什么的。OK， 又是按钮，全都是。当然你这个要滑动一些的话，你还能听到点东西。这就完全就是按钮，我不知道点了会不会有用，我看一下。哎，还有用，猜一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啊？现在有了，开关、警戒、速冷设置，跟速冷设置我点开看一下。对，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真的点到还是没点到，它就很难用。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被逼急了，可能会这样子，就我找到这个按钮在这个位置，对不对？好，我把 VoiceOver 关掉，戳，再开，再找，
像这些界面就其实挺迷茫的，就挺难操作。你明明看到东西都在，但是它同样是这样一个可调的东西。我来演示一下我们系统的闹钟设置，进时钟，看一下时间，看同样是个时间，我可以选，是不是非常容易？这个就是无障碍优化和没有优化过的区别。你加那个我猜一下，因为你滑到的是那个文字简介，然后文字简介它其实是把文字简介和按钮分开来做的。对，就这是最大的问题，本来就可以合并在一起啊。文字简介不应该把它显示出来，可以从它的空间类型里面变成隐藏，然后呢把它的按钮加上 label 信息，就加上标签信息。那对于至少是 VoiceOver 的用户来说，他只需要知道这个按钮是干什么的，摁下去就行。底下至于是什么文字，这个其实不需要被 VoiceOver 用户所读取的。那包括像那个调温度、调时间那个，它这样一个可调的项目，这些的话都可以去不用自定义开发控件，直接调用系统的那个小波轮就可以了。这个样子的话，无论是对你做无障碍优化，或者说对用户的一个体验来说，都会有一个进步。你用的第三方软件里面有没有比较好用的，然后可以拿来当优秀例子？有一个叫这个软件大家也用过吗？叫 Mook， 就是应付微博那乱的时间线，包括非常多的广告所设置的一个第三方的微博客户端。它是用微博的开放平台做的一个设计。大家能看到的是，这里除了有微博正文，然后可能有转发啊，对吧？有评论这些按钮。在我们跟开发者沟通了之后呢，开发者就对它的这个界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化。左右滑动我是不会滑动到这些按钮的，那我只需要滑一下就下一条，滑一下就下一条，滑一下就下一条。那我怎么样去实现转发这个操作呢？这边的话，开发者用了一个苹果开发者文档里面提供的一个叫魔法轻拍的这样一个手势，就是你用2个手指去拍它2下，这个时候请注意一下，会弹出一个菜单，我就可以转发、评论、赞，包括提及，对吧？都是可以去读得出来的。做了无障碍适配，甚至说开发的时候就有无障碍意识的软件，你会觉得很普通，并没有觉得它有什么不同。但是对于我来说，其实或者对于视障者来说呢，它可以去和大家一样，就有一个信息的统一。你能看到的东西，其实我们都能看到，或者我也能看到，对吧？这个样子的话，才能让我们通过这个辅助功能去和大家用眼睛看到的相同嘛。VoiceOver 或者辅助功能，它并不是开发一个独立的界面，而是对已有的界面去做一个优化，那能让视障者去更轻松的使用到，甚至可以通过他们的一个探索，能和身边的朋友或者说身边的每一个人去做一个交流。Hello， 哦，外卖。谢谢你。好，谢谢。帮忙给个好评啊。OK， 谢谢。好，再见啊。不好意思，好评给不了，软件做的太差。不是我不给，我每次看到他们这么说，我特别无奈。是不是少了豆浆？少了豆浆哎。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找到。OK， 所以你现在在跟客服联系说。对。你会发现我打字还挺快的，对不对？超级快。还行，就是在摸的情况下，虽然没有那个多个手敲的快，但是其实还行。对，但是可能我觉得没有什么人会回，所以说我是不是应该再找一个其他方法呢？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电话可以直接沟通？对，我也觉得应该有电话，但是并没有。我发现我退不出去。这个问题就这样吧。疑难杂症一般就是这么治。完全推掉。对，就这么简单。喂，你好，我这边的话，刚才叫了一个外卖，然后的话，你这边给我少了3个豆浆哦。这个路由器用了一块挡板固定在机架上边的，这个的话直接就是交换机，可能做网络的一看就知道3560嘛，对，还是比较好的一个交换机。我是收了一个企业淘汰下来的2手，其实还蛮便宜的，但是至少还蛮稳定的。这边是群晖外挂了一块硬盘，我做 PT 的。然后的话底下是这个是 UPS， 那这个的话还算就是比较入门的，只是供电半个小时的 UPS。哎，你够了啊，乖，握下好吗？你也了解一下，来。握下好吗？
拨下，好的，真棒，乖，不打。啊对，然后这个的话只是可以供电半个小时，它并没有数据连接到群晖，告诉它，我可能现在已经是电池供电了，20分钟后自动断电，它没有这个设定。然后这边的话是那个 PDU， 就是供电单元，我把它放到前面了。是一个是自己爱折腾，一个是确实网络设备多了，然后就挺麻烦的，就经常有信号但是上不了网。那这个呢，我是自己用了思科的企业的交换机进来做全内网的交换，然后是用 UBNT 的这个路由器去做那个网络的接入嘛。这个样子的话呢，它网络的容量会很大，甚至大到就是可能家用根本用不着。但是对于我来说的好处就是我再也不用去折腾了，一步总算到位了嘛，放在那儿就可能不用去管它，稳定运行1年2年甚至更久。这房间的话，我用了空调伴侣就在上面，对，我会用小爱音箱。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温湿度传感器，有的感觉闷的时候会看一下湿度，上面的灯泡，然后这边有一个就上面的电风扇，电脑都是自己装的，太酷了。这个是 Windows 的，因为那个时候打 Devil 嘛，烧了一个电源，透明丝透，整套平台换掉。但现在不玩了，也玩不了了，这弄成这样，我还是有想法，就之后的话，可能家里装修，我可能要用吊顶 AP， 就是每个房间管每个房间，然后把功率控制一下，这样的话。可能全家的网络体验都挺好的，其实这个还是蛮容易的。虽然这个回答听起来很宽泛，但是确实就是这样子。你喜欢好折腾之后，你就会找身边的资源，然后你就去问。最大的困难就是小的东西很难弄，就你可能要弄很久，就是用小螺丝。像我的话，前一段时间自己把 Mac mini 卸了，加了块硬盘，而且还是内藏位，全拆完了，主板、电源全部拆完，硬盘架整个拉出来之后，才在里面加了块硬盘，然后结果断了根线，就是把那个红外的那个 Apple Remote 那根线拉断了，但是还好也没有什么影响。这儿还有一个好玩的，这个记得吗？就之前他们一直翻车的那个台达出了一个60瓦的适配器，我13寸的电脑我带这个完全就可以充电，而且是支持5档的那个 PD 快充的，所以说你给 iPhone 充个快充啊什么都没问题。跟一个那个苹果原装的充电器2个叠一块。OK， 所以我们就收拾一下，然后就往耳机店走啦。小爱同学，关空调。小爱同学，关电扇。小爱同学，关电扇。Go in。我操，你喜欢赵鹏啊？对啊。赵鹏的声音很假呀，感觉就像做出来的。真的，我们几个听下来都是这么觉得，这个低音是人为加重。是这个样。我考个大编制，我听一下金菊花跑大编制的声音是怎么样的。那我正好桌面上丢了一个上海东艺的2019年有2场演出，我已经看好了，一定会去的。一个是费城交响，一个是芝加哥交响，反正这2场是非常值得看的演出，都是世界大团，所以说应该非常值得听。之前我听过2场圣彼得堡爱乐，也是很赞的。我听耳机的参考对象不是耳机，而是现场。对，我会拿现场去参考这个东西的声音，所以说我可能会相对来说会客观一些。那你这个要求就很大。对，相对客观一些嘛，就是我是很客观去听这个东西，而不是拿耳机去对比耳机。这个我觉得没可比性，也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那你得就真的听很多副耳机下来之后，你才去找个标准。对。但在这个年代就很难做这样的事情。对，是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太多了，就没人带着看嘛，对吧？所以说就很那个。但是这对比下来呢，我觉得846跟3003是2个非常可以首选的东西。我喜欢一个指挥，现在已经过世了，一个叫切利比达克，你听过吗？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速度会放慢，第一次听会觉得很神奇，然后当你习惯了之后，你就会被他这种慢的速度吸引，然后你再去听快的，你又会有一个惊喜，你会觉得，咦，这样子快的也挺好玩的，就这样子。那我们在耳机王结束了愉快的分享时间，我就觉得挺开心的，因为碰到一个
不光是懂，还能去理解和分享的一个人。现在就出发往半岛酒店去听大奥啦，毕竟不是很多人都能听到的嘛。是，要预定，还要等时间才能听一个样。而且有钱还买不着，这是关键。然后那请粽子来讲一下，平时你自己出行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我可能会使用一个导航的软件，然后呢跟着它的提示一步一步的沿着路边走。对 ，OK， 这个对。可打的双拼的话，击键次数会少很多，声母和韵母就是2个键。哎，好，找到了，选步行就好了，然后开始导航。道路夹角偏左93度。这个就是正的了，因为它不提示那个夹角偏离了，所以直接往前走就好了。我没有办法知道我现在走的是不是一条直路，甚至我更不知道他如果告诉我向前走，我不知道是朝哪个方向的向前。前方59米，请注意安全，对不对？然后你慢慢往前走就好了。没关系。当前是在天津路上面，不能走吗？今天不走。好，这样走。左边是车。这个还有780米，一直往前走。下个路口还有31米就到路口了，现在就在前面。对，然后的话，我可以一般朝外会比较相对来说靠谱一些。哎，找到了，这样就可以走。如果说你在路上遇到困难了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告诉旁边的人？其实路上遇到困难的话，其实没有任何方法告诉到旁边的人。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可能就找一个还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打个 FaceTime 过去，然后的话他会看着我后置相机里的内容，然后会告诉我接下来该往哪儿走。牵着别人走的话，通常呢是我很主动的去牵到别人，这个样子的话呢，我们往前走。然后走的情况下呢，就是如果说前面的人停了，那 OK， 我可以知道我马上就会停下来，那会非常灵敏，甚至如果有狭窄通道的时候，你的手只要这样子往后背。这个就可以换向，或者说直接从你背后走，你看就很顺畅的把方向就换过来了。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撞到旁边的东西。然后当狭窄的过了之后，你手又还原回去的时候，我就又会到这个位置了。这样子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标准的这种导盲随行的这种方法。OK， 现在我们在前往半岛酒店的路上，然后我记得盖叔叔之前是做过一期 vlog， 然后是你推着婴儿车，对，我推着婴儿车，然后去看这个上海的一些地铁的公共交通有没有对这个无障碍有优化的设施，是吧？而且当时我们有一个规定，就是我们不能把婴儿车抬起来，就是完全模仿一个这种可能出行不太方便的这样的人。整个过程我觉得不是很愉快，因为我们发现就是整个社会对这种残障人的这种保障还是非常少的。健全人看来就是很方便的一些地方，很小的一些点，但是可能对于这种出行不便的人士，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就像刚才我们在路上碰到的，有一些土堆啊，然后有一些自行车、摩托车乱停乱放啊，对，这些其实都会对他们出行。因为上海的街道本来就比较窄嘛，然后盲道你们经常看到会被一些可能车辆啊，包括现在的这种共享单车呀，还有一些乱堆放的这种建筑的材料给占掉了。对，所以其实对他们这样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友好。对。突然冲出来的电动车也挺吓人。过来试听大奥吗？哦，太强了！我听的是这首《初恋组曲》，绝了绝了！拜拜拜拜。感真的超棒，这个大理石台。对的，而且它是那个。这个很重吧？我是搬不动。反正我已经听了烦了好几次了，带回家听呗。
种弦乐的顺滑感，我就可以预约一下，我下次带一大碟过来听一下。公安局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被震撼了。公安局木耳吗？是不是便宜耳朵？再也不是木耳了，再木的耳朵也听得出来差别，好吧？喝麻了，就头皮发麻的感觉，确实。个人感觉这个耳机厉害就厉害在你不知道它好听在哪，你也不知道它难听在哪，这就是真正参考级的器材的，我觉得它的意义在这里。这次和粽子相处的一天非常愉快，相信你们也能从他身上感受到满满的力量。就像粽子说的一样，只要 APP 做得好，其实残障人士也能和健全人做得同样多。这也是这次专程去上海的原因，希望大家都能更认识身边的人。同时，这也是我为 Testway 做的最后一期节目了。道别的话有些说不出口，就谢谢各位铁丝一直以来的支持吧，让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我是网友7黑卡就是我记得。驾照拿出来看一下，交警便衣。公安军完成了他人生以来第一次拍 Testway 节目的第一部分。从网友7OE 到公关军，宇哲在 Testway 奉献了500多天，给大家带来欢笑，带来精彩。虽然他又变回了网友7OE，但在我们心里，他永远都是 Testway 公关军。有特别喜欢。谢谢宇哲，谢谢所有 Testway 的铁丝，祝福宇哲越飞越高，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远方。喜欢公关军的朋友，请继续追踪7OE的动态，也请继续支持 Testway。Testway，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